大家好，我是蒋振林。前不久呢，小米发布了最新的旗舰手机小米10和小米10 Pro， 算是2020年最早发布的旗舰手机了。这次小米呢，无论是从硬件上、软件包括营销等各方面，都花了很大的心思，因此呢，也受到了非常高的关注度。我觉得呢，大卖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啊。长远来看呢，如果卖得多的话，后期修到的概率相对也会比较高一些。我手上这台呢是小米10啊。由于这个机器呢是我们自己购买的，所以拿到的时间相对来说会稍微晚一些。目前呢，网上已经有非常多关于这两款机型的详细参数以及这个客观的评测视频了。那这个参数呢，我就不在这里跟大家念了啊。对于我们来说呢，更重要的是了解它内部的构造以及芯片的封装方式，对主板的硬件参数呢进行一个测量和记录，便于我们后期的维修。同时呢，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操刀走你！第一步，关机取出卡托是吧？我今天皮一下啊，我今天先拆后盖。前几期呢，我拆这个华为的 V30和 Nova 6的时候呢，我用指甲呢从这里是直接可以卡进去的，所以我也试一下，看能不能卡进去啊。不行啊，我已经很用力了，看来需要加热一下。用风枪对这个位置加热一下啊，我们再试一下。可以啊。然后呢，沿边划开，取下后盖啊。最上面呢有一张贴纸啊，先把它撕掉。我注意到它这个防拆标啊，好像是没有贴紧哈。有意思啊。我用这个镊子呢，直接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好，先把螺丝都拆掉啊。掀起无线充电。这里呢需要注意一下啊，它这个下面还有很多胶粘着的啊，比较紧，我们慢慢来，别太快了，一下把它扯断了。里面呢还有4颗螺丝，先取下。从这边拆呢是拿不起来的啊，要从这边。下面呢有一张小板跟这个盖板贴着，分开以后呢就可以拿下这个盖板。这里粘着这个小板呢是一张铜箔啊，无线充电跟这个 NFC 的触点。先断开电池，再把卡托取出来。这个镜头保护盖呢跟这个闪光灯是连在一起的啊，先把它取下来。中间呢是有一圈缓冲泡棉。目测这个主板啊可能和这个10 Pro 的一样。这里呢有一个电池做的焊盘啊，没有出料。如果大家要是想看这个小米10改10 Pro 的话呢，可以疯狂给我发弹幕啊，我可以去再买一台过来啊，试试看啊，行不行呢？我现在也不知道。取下顶部的扬声器，底部的扬声器呢这边还有一根天线跟主板相连的拆掉即可取下了。上下这2个大小呢是一样的啊。顶部的这边上呢还有一个独立的听筒，先抠掉这个排线啊。前摄的排扣呢在底下被这个主板盖住了。后摄呢也有一条排线是被主板压着的，我们可以先把主板整个拿下来，然后再去拆这个线头。侧边呢还有一颗螺丝，这里呢还有2根天线和这个屏幕的排线，先把它抠掉。右边呢是指纹的排线。取主板之前呢，还要先把这个前置与中框要分离啊，因为下面这个胶呢也是非常的紧。这样子呢就可以很轻松的把主板取下来。主板呢其实没有这么长啊，上面一大截都是这个线头啊。我们现在拆摄像头，这个挡板呢向前推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把所有的排线都抠掉。这4个摄像头呢是可以单独更换的啊，比如说某一颗摄像头坏了呢，那我们这样单独去更换的话呢，可以节约很多成本嘛，是吧？前摄的挡板呢也同样向前推就可以了。取下前摄，先拆这个管角。它上面呢有一个橡胶圈啊，这个是微距，它的排线呢是从这里穿到后面去啊，被这个铜箔给盖住了。先把这个铜箔撕掉。排线下面呢也是有这个胶固定的，撕开以后呢就可以取下了。这一颗是升杆，这个比较好拿。主摄的4边啊都有这个胶固定，可以看到它这个胶呢还是蛮厚的呢。如果要单独更换的话，我们可以连这个框一起换哈。这样子的风险会比较低一些。先取下这个小板，
这个小板里面呢集成了显控啊，就是光显示这个区域的，然后还有 NFC 一些其他的功能啊。如果损坏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换这个小板啊，就比较省力嘛，是吧？又省时间。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小板配件的话，对吧？那我们可以拆掉，把里面去维修一下。这个马达呢下面有很厚的胶粘着的啊，拿的时候呢可以先加热一下。你不要看别人的视频呢那么轻松就能拿下来了，不加热呢其实还是有点难撬的。好，接下来呢拆电池，先把这些胶都给撕掉。电池呢还是比较好拆的啊，稍微用下力呢就能把它拆下来了。接下来拆这个侧键啊，这个上面还有一根天线啊，连着这个小板，先把它拿下来。再抠掉这个挡板啊，这个挡板下面呢有很厚的这个橡胶，密封性呢有很大的提高啊。这里的设计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啊，它先是一条这个金属扣啊，两边呢都有这个反钩，就钩子一样的。我们要用镊子呢卡着这个边上啊，向上这个挑，这样就能挑起来了。两边都要挑的。这个金属扣呢是来挡这个侧键的，防止它掉出去。拿掉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个侧键推出来，向外推就可以了。最后呢，再拿这个排线，这边的触点啊，下面有胶粘着，你不要直接去拉啊，很容易拉断，因为这条线呢它很细，用刀片呢从这里伸进去一点啊，就可以撬起来。拿起来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啊，它两边也有钩子的。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拆这个屏幕了。拆屏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千万不能用这个拆机片啊，往里面这样去割啊，因为它这个屏幕的边非常的窄啊，你稍微要卡多一点的话呢，它可能就伤到内屏了。你可以从一个角先加热一下，用指甲啊或者是其他工具往里面稍微进一点点，然后呢沿边向下滑一点。再强调一下啊，千万不要往里面去延伸啊，你划两个边以后呢，就可以稍微起来一点。你从这个缝里呢可以看到有个胶条的，然后呢用镊子把它稍微抠出来。然后拽着呢，慢慢的往下拉，一定要慢一点哈，一点一点来。两边呢也都是一样的操作。撕掉胶以后呢，屏幕直接就掉下来了。拿下屏幕以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屏幕呢非常的薄，这个边跟内屏这个距离啊也就这么一点点，所以呢让大家千万不要用这个拆机片往里去延伸啊。假如你往里面多伸一点啊，那么就不好意思了，你的这个内屏呢可能就坏了。接下来呢，拿主板啊扣上这个屏幕，单板我们开机试一下啊，看这个屏幕怎么样。这个小板呢集成了显控哈，一定要装的，要不然就没显示了。镊子开机啊。好，亮起来了。我们先进系统看一下触摸和其他的显示画面怎么样？可以啊，完美。每个角落呢也都是很正常的。最后呢还要拆这个屏下指纹啊，它下面呢是一个金属框啊，你不要从这里进啊，要不然呢会坏的。从这个外面啊把整个金属框都给它撬起来。这个排线呢同样也是用胶粘着的。慢慢撕啊，如果你怕的话呢，你可以稍微加热一下再拆。它这个主板呢这一块啊还是比较单薄的，跟我们这个苹果啊以前的这个型号比较像哈。苹果呢这个地方是有一颗螺丝固定的啊，固得比较死。如果重摔的话呢，它可能就会这样，看到吗？这样压着它就会比较容易会这样断。但是小米10呢这个地方它是没有螺丝固定的啊，在摔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这样。这样就软一点，就可能不会像苹果这样固定死的，这个缓冲的效果呢可能会好一些。这个呢是主板所有坐姿测量参数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呢拆主板啊，先把这个屏蔽罩给它全部拆掉，上个夹具啊。拆这个屏蔽罩呢，封箱温度400度差不多了啊。然后呢，用平刀口轻轻卡就可以了。
它这些大件呢好像都没有带胶啊，我放显微下面给大家看一下。CPU 硬盘，5G 基带，我们看一下啊。哎，真的没有带胶，看到吗？焊点全部可以看得到啊，掌存 CPU 都没有带。好，这是硬盘啊，也是没有带胶的。5G 基带好像也是没有啊，我这边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吧。啊，也比较明显，可以看到细点。不过它下面还是有几个芯片带胶的啊。3个都是电源啊，这边有一个电源带胶的啊，四边是有封胶，然后背面呢也有2个电源啊，这边看到吗？也是有封胶，然后这个啊也有带胶，然后这里面呢也有一点点胶，这里有个小管啊，有一点点，这边也有一点点，其他地方呢全都空了啊，就全部都没有带胶了。那这个 CPU 和硬盘呢，我就不拆了啊。本来是想拆的，但是它没有带胶，是吧？没有带胶呢，也没有什么挑战性，也没有什么可拆的，所以呢就不拆了。它的 CPU 跟掌存硬盘啊这些大件呢都是没有带胶的，那么相对来说呢，抗摔能力呢就会差一些啊，特别是在严重进水的时候，这个水呢就很有可能会渗到这个芯片底下去，导致一些无法挽回的这个损失。像这种芯片如果进水创线的话，可能烧掉就没办法修复了，就必须得换，是吧？我这个机子呢拿的是零售版啊，我自己买的，不是那个工程机哈。它不带胶呢，其实对于我们维修来说还是有好处的，毕竟你就不用再去处理那么麻烦的黑胶，是吧？对这个手工的要求呢也没有那么严格啊。它有3颗芯片是有带胶啊，都是这个电源嘛，边上呢也有几个小件就不说了，反正大部分都是没有带的啊。那么主板的整个情况就这样。那么本期视频呢，我们就先到这里。